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2章。白眼巨人号上，他把雪茄烟蒂扔进水里，双肩倚着船舷栏杆，出神地凝视着翻滚的海浪。这些海浪真是乏味。他宣称蓝色、绿色和乳白色，乳白色、蓝色和绿色。看一会儿或许还有些趣味，但连续看上3个月就太过漫长了。尤其是他没有把话说完，思绪似乎打断了他的话语，将他带到了千里之外。可怜的小家伙，他该多高兴啊！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打开雪茄盒，带着一丝倦意打量着里面的雪茄。他会多么高兴，又多么惊喜啊！可怜的姑娘，3年半了，她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她大约25岁，皮肤因常年日晒而呈古铜色，生着一双漂亮的浅褐色眼睛，浓密的黑色睫毛为她平添了几分女性的柔美。浓密的络腮胡和唇上的胡须几乎遮住了她的下半张脸。她身材高大魁梧，穿着一套宽松的灰色衣服，头上随意地扣着一顶毡帽，遮住了乌黑的头发。他名叫乔治·托尔伯伊斯，是著名的白眼巨人号船尾舱室的乘客之一。这艘船满载着澳大利亚羊毛，正从悉尼驶往利物浦。白眼巨人号船尾舱的乘客寥寥无几。一位年迈的羊毛商人在殖民地发财后，带着妻子和女儿们返回祖国。一位35岁的女家庭教师回国，与15年前订婚的男子结婚。一位思乡心切的澳大利亚酒商的女儿被送往英国完成学业，以及乔治·托尔伯伊斯，他们是仅有的几位头等舱乘客。这位乔治·托尔伯伊斯是船上的灵魂人物，没人知道他是谁，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但每个人都喜欢他。他坐在餐桌的一头，在晚餐时协助船长招待客人。他打开香槟酒瓶，与在场的每一个人碰杯，讲着风趣的故事，笑声爽朗，以至于旁人若不为这份快乐所感染而一同欢笑，倒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了。他在投机买卖和21点等各种纸牌游戏中总是赢家。这些游戏让这个小圈子的人聚在船舱的灯下，全神贯注于这种天真的乐趣。即便外面狂风大作，他们也可能浑然不觉。不过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擅长惠斯特，在棋盘上也分不清马和车。说实话，托尔伯伊斯先生并非饱学之士。那位脸色苍白的女家庭教师曾试图与他谈论时下流行的文学作品，乔治只是摸着胡须，专注地看着他，偶尔评论一句啊，是的，和当然，是的。那位思乡心切、回国完成学业的年轻姑娘曾试图与他谈论雪莱和拜伦，他却当面嘲笑了他，仿佛诗歌是什么笑话似的。羊毛商人试探过他的政治观点，但他似乎对此也不甚了。于是，大家便由着他去，任他抽雪茄，与水手们闲聊，懒洋洋地倚在船舷栏杆上眺望大海，用他自己的方式与每个人打成一片。然而，当白眼巨人号距离英国海岸大约还有15天航程时，每个人都注意到乔治·托尔伯伊斯变了。他变得焦躁不安，情绪也起伏不定。有时他兴高采烈，船舱里便充满了欢声笑语；但有时他又变得郁郁寡欢，沉思不语。尽管他是船员们最喜爱的乘客，但水手们最终还是厌烦了回答他没完没了的关于预计何时抵达陆地的问题。还差10天、11天、12天，还是13天？风向有利吗？船每小时航行多少海里？然后他会突然大发雷霆，开始在甲板上跺脚，
大喊这艘船破旧不堪，船主们简直是骗子，竟然宣称白眼巨人号是一艘快船。它根本不适合运送乘客，也不适合搭载那些有血有肉、焦急等待的生命。它只配装载那些即使在海上腐烂，也不会造成无法弥补损失的羊毛包。8月的一个傍晚，夕阳正沉入波涛之后，乔治·托尔博伊斯点燃了一支雪茄。水手们当天告诉他，再过10天，他们就能望见英国的海岸了。我会在第一艘来接我们的船上岸，他大声喊道。我会乘小艇上岸。该死的，如果需要，我就是游也要游到岸上去。他在船尾舱的朋友们，除了那位脸色苍白的女家庭教师，都嘲笑他的不耐烦，而他只是叹了口气，注视着这个男人。因时光流逝缓慢而烦躁，几乎没碰杯中的酒，就将其推开，不安地在船舱的沙发上辗转反侧，又在舱梯上下来回，眺望着海浪。当红日的光轮消失在地平线下时，女家庭教师走上舱梯，来到甲板上散步，而其他乘客则留在下面品尝着一瓶葡萄酒。她走到乔治身边停下，与他一同凝望着染红的西方天空。这位女士非常娴静矜持，几乎不参与船舱里的娱乐活动，从不大笑，也沉默寡言。但她和乔治·托尔博伊斯在旅途中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雪茄的烟味打扰您了吗，茉莉小姐？他问道，同时把雪茄从唇边移开。一点也不，请继续抽吧，我只是上来欣赏日落的。多么美好的傍晚啊！是的，是的，不可否认，他不耐烦地回答。但是太慢了，太慢了，还有漫长的10天10夜，我们才能上岸。是的，爹爹。茉莉小姐叹了口气，表示同意。您希望时间过得再快些吗？我希望吗？乔治喊道。当然。您不希望吗？不怎么希望。难道英国没有人等您吗？没有挚爱的人在等您抵达吗？我希望如此，他严肃地回答。两人沉默了好一阵子。他狂躁不安地抽着雪茄，仿佛想用自己的焦急来加快船速。他则心不在焉地望着微弱的光线，眼神忧郁。那双蓝色的眼睛似乎因阅读密密麻麻字迹的书籍和绣制复杂的绣品而变得憔悴，或许也因在无数个孤独夜晚的死寂时光里偷偷流泪而显得有些苍老。看，乔治突然指着与茉莉小姐注视方向不同的地方喊道：“月亮圆了。”他抬起头，望向那轮苍白的月亮，他的脸庞也几乎同样苍白。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我们得许个愿。乔治喊道：“我知道我要许什么愿。”什么愿？希望我们能早日抵达目的地。我的愿望是，抵达时我们不会失望。女家庭教师悲伤地说。失望？他开口说话，语气惊讶，问他所说的失望是什么意思。这显而易见，他急忙回答，比划着他纤细的双手。我的意思是，随着这漫长旅程的终点日益临近，我的希望也渐渐消退。一种病态的恐惧攫住了我，害怕最终一切都不如我所期望的那样。也许我要去见的那个人对我的感情已经变了，或者他旧日的感情依然存在，直到他看见我，然后在我苍白憔悴的脸庞前烟消云散。要知道，托尔博伊斯先生，15年前我前往悉尼时，人们都说我是个漂亮的姑娘，又或者，世界已经把她变得自私自利。他对我感兴趣的，
或许只是我这15年来积攒的积蓄。他也可能已经死了，谁知道呢？也许他一直都好好的，直到我们上岸前1周，然后在最后1周病倒，在我们抵达墨西哥前1小时死去。我想着所有这些事，托尔博伊斯先生，我在脑海里一遍遍地设想这些场景。他们一天折磨我20次，1天20次。他重复道，不，应该说1天1000次。乔治·托尔博伊斯一直一动不动地站着，雪茄夹在指尖，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话。当他说完最后几个字时，他的手一松，雪茄掉进了水里。我感到惊讶，他继续说道，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对他的同伴说。回想起来，我真惊讶。上船时，我是多么充满希望。那时我没有想到失望，而是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想象着我们会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说话的语气，彼此的眼神。但在航行的最后1个月里，日复一日，时时刻刻，我感到心痛。我的幻想破灭了，我害怕结局，就好像我确切的知道自己正前往英国参加一场葬礼一样。那人态度骤变，满脸忧虑的完全转向他的同伴。在微弱的光线下，他注意到他脸色变得惨白。我真是个傻瓜，他喊道，用拳头捶打着栏杆的一侧。我真是个傻瓜，竟然为此害怕。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您为什么要这样吓唬我？在我正要回家与我心爱的女人团聚的时候，那姑娘的心像天空的光芒一样真诚。我从没想过她会有任何改变，就像我从不怀疑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一样。在我即将与我心爱的妻子重逢之际，您为什么要在我心中播下疑虑的种子？您的妻子，他强调说，那是不一样的。您没有理由分担我的恐惧。我回英国是要去见一个15年前与我订婚的男人，那时他太穷，无法结婚。当有人给我提供一个去澳大利亚富裕家庭当家庭教师的职位时，我说服他让我接受，这样他就能毫无牵挂地在社会上立足，而我则可以存些钱，为我们开始共同生活时提供一些经济支持。我从未想过会在澳大利亚待这么久，但他在英国的运气并不好。这就是我的故事，也许现在您能理解我的恐惧了。他们不必影响您。我的情况很特殊。我的情况也很特殊，乔治不耐烦地说，我告诉您，我的情况也很特殊，尽管我向您发誓，直到此刻，我从未对回家有过那种恐惧。但您说的对，您的恐惧与我无关。您离开了15年，那么长的时间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至于我，这个月正好是我离开英国3年半，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发生什么呢？茉莉小姐带着一丝怜悯的微笑看着他，没有说话。她那炽热的激情，她天性中的那份清新与急躁，对他而言是如此陌生而新奇，以至于他带着既钦佩又惋惜的复杂情感注视着他。我宝贵的妻子，我温柔、天真、挚爱的妻子，您知道吗？茉莉小姐，她带着她特有的乐观精神问道。我离开我的妻子时，她正睡着，怀里抱着我们的孩子。我只给她潦草地留了几行字，解释她忠实的丈夫为何要离开她。离开她，女家庭教师惊呼道。是的，我遇到我亲爱的妻子时，是骑兵团里的一名骑兵少尉。我们驻扎在一个沉闷的海滨小镇。我心爱的人和他年迈的父亲住在一起。他父亲是一名领取半薪的海军军官，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比约伯还要穷。
而且随时准备抓住任何好机会。我很快就看穿了他为了把他漂亮的女儿嫁给我们中的一个而耍的种种卑鄙伎俩。我看清了他为那些重要的龙骑兵们设下的所有可怜、卑鄙、显而易见的陷阱。我看透了他那些看似精致的晚宴和波特酒背后隐藏的意图。他那关于家族显赫的客套话，他假装的骄傲和独立，以及当他谈到他唯一的女儿时，从他苍老的眼中流下的虚假泪水。他是个伪善的老酒鬼，随时准备把我的可怜的姑娘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成了出价最高的人，因为我父亲很有钱，茉莉小姐，而且我们俩一见钟情，所以我心爱的人和我毫不犹豫地结了婚。然而，当我父亲得知我娶了一个贫穷的姑娘，一个酗酒成性的半星海军上尉的女儿时，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愤怒，说他要和我断绝一切关系，并且从我结婚那天起就取消了我的年金。由于仅凭我的薪水无法再像我们团这样的部队里待下去，还要养活一个年轻的妻子，我便卖掉了我所有的财产，打算在花光变卖所得之前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带着我心爱的人去了意大利，在那里，我们尽情享受奢侈的生活，直到我的2000英镑所剩无几。当只剩下大约200英镑时，我们回到了英国。因为我妻子希望离他那个忘恩负义的父亲近一些，我们便在他居住的地区安顿下来。那个老家伙一听说我还有大约200英镑，就对我们异常热情，坚持要我们住在他家。为了让我妻子高兴，我们同意了。那时，他天真烂漫的心里所有的愿望和奇想都理应得到满足。于是，我们搬进了他家，他便巧妙地榨取我们的钱财。但当我向妻子提起这事时，他只是耸耸肩，说他不忍心对他可怜的爸爸太苛刻。就这样，可怜的爸爸转眼间就耗尽了我们微薄的积蓄。那时我想我必须找工作了，于是我动身去了伦敦，试图在某个商业机构找个文员的职位，或者做会计、记账员之类的工作。但我猜想，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我曾是个龙骑兵，尽管我竭尽全力，却没人相信我的能力。于是，我精疲力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我心爱的人身边，发现他正在哺育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也将继承他父亲的贫困。我亲爱的妻子非常悲伤。当我告诉她我的伦敦之行失败了，她几乎要精神崩溃了。她不停地抽泣、哀叹，同时对我说，如果我只能给她带来贫困和苦难，当初就不该娶她。把我变成她的丈夫是个严重的错误。哦，茉莉小姐，她的眼泪和责备几乎让我发疯。我对她、对我自己、对她父亲、对整个世界和世上所有的人都勃然大怒。最后，我怒气冲冲地冲出家门，发誓再也不踏进那个家门一步。我整天神志不清地在街上游荡，心中充满了跳海的冲动，好让我亲爱的妻子能嫁给一个更好的人。如果我淹死了，他父亲就得养活他。我想，那个伪君子绝不会拒绝收留他。但我活着一天，他就不能向他要求任何东西。我走到一个破旧的木质码头，打算在那里等到夜幕降临，然后从码头尽头跳下去。但我坐在那里抽着烟斗，茫然地望着海鸥时，2个男人走了下来，其中一个开始谈论澳大利亚的金矿和那里的大好机会。他似乎过几天就要启程了，正试图说服他的同伴加入他的远征。我听了那2个男人说了1个多小时，叼着烟斗跟在他们后面，在码头上踱来踱去，听着他们的全部谈话。然后我开始和他们交谈，证实了其中1个人3天后就要从利物浦乘船出发。
那个人告诉了我所有我需要的信息，还说像我这样强壮的年轻人很有可能在金矿发财。这个念头突然攫住了我，我感到内心燃烧，全身因激动而颤抖。毫无疑问，这个选择比跳海要好得多。我想象着悄悄离开我亲爱的妻子，让她安全地待在她父亲的屋檐下，然后我去新大陆发财，1年后带着财富回来献给他。那时我非常乐观，坚信1年多一点就能发财。我感谢了那个男人提供的信息，在深夜回了家。当时正值隆冬，但我兴奋地感觉不到刺骨的寒冷。我走在寂静的街道上，雪花飘落在脸上，心中充满了希望。老头子坐在小餐厅里，喝着白兰地兑水。我的妻子在楼上熟睡，婴儿偎依在她的胸前。我坐下来写了张字条，告诉她我从未像此刻这般爱她。在我看似抛弃她的时候，我将去新大陆碰碰运气。如果成功了，我会回来带给她财富和幸福。但如果失败了，我将永不再见她的面。我把我们剩下的钱，40多英镑，平分2份，1份留给他，另1份我自己带走。我跪下来，头靠在盖着他们的白色床罩上，为我的妻子和孩子祈祷。平时我不是个爱祈祷的人，但上帝知道，那是一个真诚的祈祷。我亲吻了他，又亲吻了婴儿，然后悄悄地溜出了房间。餐厅的门开着，老头子打着瞌睡，面前放着报纸。他听到我在走廊里的脚步声，抬起头问我到哪里去。到街上抽支烟，我回答，因为我平时有这个习惯，所以他相信了。3个晚上之后，我乘船前往墨尔本，住在桶仓里，带着挖掘工具和口袋里的70先令。那么您成功了吗？茉莉小姐问道。直到我几乎绝望，才获得成功，直到贫困与我形影不离，以至于回首往事，我甚至怀疑那个风度翩翩、鲁莽大胆、挥霍无度、酷爱香槟的龙骑兵，与那个坐在新大陆荒野潮湿土地上啃着硬面包的男人，是否真是同一个人？我紧紧抓住对我心爱之人的记忆，以及对他爱与忠诚的信任，将其视为我过往生活的唯一支柱，未来浓重黑暗中唯一闪烁的星光。我曾与卑鄙小人周旋，也曾卷入斗殴、酗酒和狂欢，但我纯洁的爱如同净化剂一般，使我免受这一切的玷污。我变得又瘦又憔悴，几乎饿得只剩下从前的影子。有一天，我在一块破镜片里看到自己，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但我依然努力工作，尽管经历了失望和绝望，忍受着风湿病、发烧、饥饿的折磨，甚至濒临死亡的边缘，我从未放弃，最终我成功了。他说话时充满了活力和决心，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也深知自己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以至于那位脸色苍白的女家庭教师只能带着由衷的钦佩注视着他。您真勇敢，他感叹道。勇敢，他重复道，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难道我不是为了我心爱的人而工作吗？在那段考验我的可怕时光里，难道不是他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指引我走向幸福的未来吗？天哪，我曾在简陋的帐篷里见过他，他抱着孩子坐在我身边，那情景和我俩婚后唯一幸福的1年里见到他时一样清晰。终于，在3个月前一个阴沉多雾的早晨，细雨淋透了我的骨髓，我浑身是泥，饿得半死，因发烧而虚弱，被风湿病折磨得僵硬不堪。这时，我的铲子挖出了一块巨大的金块，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金矿。15天后，我成了我所在殖民地最富有的人。
我迅速赶往悉尼，将发现的黄金卖了超过2万英镑。2周后，便登上了这艘开往英国的船。不出10日，我就能见到我亲爱的妻子了。那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您从未给他写过信吗？直到这艘船起航前1周才写。我不能在前景如此暗淡的时候给他写信。我不能写信告诉他，我正在与绝望和死亡殊死搏斗。我一直等到好运降临，那一刻，我才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几乎会和信同时抵达英国，并给了他伦敦一家咖啡馆的地址。他可以在那里写信告诉我他的下落，尽管他不太可能离开他父亲的家。说完这些话，他便陷入沉思，抽着雪茄。他的同伴没有打扰他的宁静。夏日最后一缕阳光已经消逝，只剩下那轮苍白的满月发出的清冷光辉。过了不久，乔治·托尔博伊斯扔掉雪茄，突然对女家庭教师说：“茉莉小姐，如果我抵达英国时发现我妻子出了什么事，我会当场死掉。”我亲爱的托尔博伊斯先生，您为什么会想这些呢？上帝对我们是仁慈的，他不会让我们经受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考验。我或许看事情比较悲观，因为我漫长而单调的生活给了我太多时间去思考我的烦恼，而我的生活充满了行动、匮乏、劳作、希望与绝望交替出现。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我妻子可能会出什么事，我真是太盲目、太天真了。3年半了，我没有收到过他或任何认识他的人的一点消息。老天爷啊，他到底会出什么事呢？他心烦意乱，开始在空旷的甲板上快速地来回踱步。女家庭教师跟在他身后，试图驱散他的恐惧。我向您发誓，茉莉小姐，他断言道，直到今晚，我从未感到过一丝恐惧。但现在，您1小时前对我描述的那种病态的、令人痛苦的恐惧攫住了我。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好让我从这种感觉中恢复过来。他默默地从他身边走开，坐在甲板的一侧，茫然地望着大海。